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继桥，向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平安。请留言告诉我们您是在全球哪个地方收看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的节目呈现还有讨论的话题，有任何的想法呢，都欢迎踊跃留言来鞭策我们的团队。马上介绍这一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妍婷，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以及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金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节目一开始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要聚焦现在中东的战火又要再度燃烧了吗？美国总统川普他又在放话，他说呢，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因为美国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现在正在往伊朗来进发了。那么川普会这样讲呢，其实已经代表了美军想打伊朗的这个目的还是很明确的，并且模拟出了2套的攻击剧本哦。我们来看方案1，是所谓的有限打击。主要是针对这些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所在的军事设施做如这个手术刀般精准的力量去打击。那重点是削弱他们的军事力量。方案2呢，就是要把场面闹得更大，决定性的打击就是发动高强度的军事行动，要把伊朗现在的政权整个翻掉，不翻掉呢就不罢休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好，2种方案呢要来实施都离不开一个重点，就是什么？航空母舰打击群。所以我们也观察到林肯号。他在通过马六甲海峡之后呢，他偷偷关闭了他的定位发送器，所以说现在林肯号整个航母他们是处于一个隐蔽的航行模式了，这也是以往美军在进入到备战状态时呢一贯的模式。而它所上面搭载的 F-35这个逆踪战机也会是这一次如果要空袭伊朗呢必不可少的一个空中力量。除了 F-35之外呢，美军的海外基地还可以来帮助包括了 F-15E 啦，还有部署在其他更多地方的这些空中战力，都可以来做一些联合的支应。好，一言以蔽之呢，就是现在美军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动作，我们看到不管是明面上的、明面下的，都已经是这个蓄势待发的感觉了。这个箭呢，马上就要发出去了。那依照过往的经验，川普他授权的进攻绿灯，这个周末有没有可能就放行了呢？我们先请张教授来做分析。我们可以看，这林肯号航空母舰到位了阿拉伯海，然后它的一些相关的，包含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以及 F-15E， 如果都到了中东的美国驻军的基地停火之后，我认为一切到位了，它就可能对伊朗开始动手。那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有2个关键因素你要到，第一个空中预警要到，E3跟美国林肯号航母舰属了 E2D， 这个2个都要起来，因为没有起来，没办法做空中管制，可能有时候会造成误击事件。是，那这个就非常重要。那这2个没有到位之前，我认为还动手的可能性还没有，因为要空中。另外一个我们讲的就是 KC-135空中加油机，因为这个航空母舰不可能太靠近伊朗，因为否则伊朗的地对舰的反舰飞弹会对航母的打击群实施威胁、实施攻击。那它会在它的这个飞弹有效射程一个安全的距离，那这个时候就要空中加油机了。因为空中加油机 F-35也好，或者是咆哮者的战机起来没有经过空中加油，可能在返航油量会不够。所以我认为这2个空中以及空中加油机到位之后，才有可能实施攻击。攻击的方式如何呢？我认为外科手术式。上一次的时候，在1月3号对委内瑞拉实施马杜罗实施。这个类似斩首，就把他抓起来送到纽约去准备这个审判了。对，那我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室。那它的进行的步骤要有4个。第一个，一定要电磁制压，电磁权一定要先强调，对伊朗的防空飞弹电磁制压住。那这时候这就可以获得了电战的优势，才会有第2步。第2步，我认为美国会发射战斧巡弋飞弹。所以它这航母打击群为什么要过去？因为它的提康德洛加级的飞弹巡洋舰，以及它的我们所讲航空母舰的飞弹驱逐舰，还有护卫舰，里面有战斧巡弋飞弹，这个就是对它这个伊朗的重要的雷达站的关通系统、重要的指挥所，先做第1级破坏。因为这样子的话，美国才可以掌握空优，先把它的关通系统跟防空飞弹阵地先做破坏。第3步骤才是派战机进入。那派战机就分有2股兵力，第一个 F-35负责制空，因为它逆中战机，空优交给他。F-15负责对地打击重要的目标，因为这些相关摧毁完毕之后，美国经过人造卫星的战果征兆，还有哪些要继续要摧毁？
还有哪些重点的目标要继续实施制压，这个时候交给 F-15E，那 F-15E 就准备过去进入这个伊朗的境内来实施渗透性、穿透性的打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外科手术室。那会不会有地面部队进入呢？我认为还不会有地面部队，因为地面部队进入的话，会造成美军的伤亡。因为这一次在1月3号的委瑞纳，美国地面部队从来没有动过，就达成了外科手术室的斩首战，把马杜罗抓走。那这一次的话，它最重要的是对伊朗的高层、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以及哈梅尼他的宗教领袖，我认为他会实施外科手术室的这种攻击。然后最重要的是情报掌握，所以我要认为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系统这一方面可能有情报分享的机制，那会把详细的位置经过以色列的掌握，然后告诉美方，美方实施动手，这种可能性最高。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知道，那最后面这一次最好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是 F-15，因为它是我们讲的炸弹卡车，因为它上面炸的非常多，算是个轻型轰炸机。对，这个也有上一次的话，还有历届都有战果。然后我认为这一次重要的反制目标应该由 F-15E 来做担纲，然后把其他的还没有摧毁的这个伊朗的重要的政治军事的设施来做摧毁。所以我们一看，这是一个有限的战争，不是无限的战争，而且是外科手术的这斩首战。那至于斩首会不会成功，他们会不会藏匿这个9地之下，进入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碉堡的指挥所里面，让美军没办法做掌握，或者是就算掌握他在那个地方，但是没办法摧毁他在地底之下，那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美国会持续掌握到后续继续用兵的姿态，会给伊朗在军事上极限施压。伊朗呢，我们知道内部的这些抗威、游行、抗议、示威，那这个方面都还活动不断，换句话说，伊朗会面对内外的压力。那为了会不会造成它这个内部政权非常大的这方面的威胁？我认为会产生，就变成也类似的这个里应外合，让伊朗政权在这方面可能会倾覆的可能性如何？我认为非常值得观察。好，刚才张教授给我们提出了2个观察的重点，就是电的这个预警机还有加油机，这2点一旦到位呢，美军这个手很快可能就会打下来了。好，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啊，换作是谁啊，当然都会怕嘛。但是伊朗啊，他们也不好惹，像是武装部的发言人呢，就警告川普，如果有人敢对我们的领袖伸出侵略之手呢，我们不仅会砍断他的手，还会让他们的世界陷入一片火海。哇，你看这话说的很强硬哦。而且伊朗的这个武器库真的能做到这样的底气吗？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伊朗虽然去年呢在跟以色列的对轰中消耗了700枚的飞弹，不过呢他们在美军的估计下，可能还拥有3000枚以上的各类飞弹，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法塔赫的超高音速飞弹啦、流星3型的弹道飞弹等等，而且射程呢是可以覆盖到2000公里的，整个中东都在射程范围之内。而且日前完成了这个试射啊，有这个高达1万公里的洲际飞弹哦，也是试射成功的，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哦，这个大家伙。那我们都知道呢，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也都对伊朗有一些飞弹的资源，我相信这也是美军所忌惮的。那好，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军很积极在部署它的 Golden Dome 它的机穹系统，但是在机穹系统都还没有建制完成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像这位伊朗发言人警告的，你打我，我就让你美国陷入一片火海，防御上做得到吗？美军可以防得了这个伊朗最可能的反击手段大概是什么？来，将军。我们讲了这个美国虽然拟了2套攻击伊朗方案，第一个是有限打击，我认为有限打击它没有效，这去年6月份已经证明过了嘛。美国跟以色列来讲，对伊朗这个持续的空袭了12天，但是虽然说是也可以称之为有限打击的，但是它现在一样依然又壮大起来了，所以有限打击是没有效的。第二个来讲，决定性的打击，我觉得它做不到。为什么美国做不到呢？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那你根本做不到。你光想要靠空中的力量屈服敌人的意志，或许对一些国家你可以做得到，但对伊朗这个国家，你光靠空袭是屈服不了他的意志的，因为他有很强烈的这个宗教的思想在里面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地面部队进去做不到。
那这一次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准备了大量的导弹。美国跟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战略观念还是传统的空中的空袭制空作战，或者是地面的武力攻势作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来讲，都有强大的空中以及地面攻击的力量。但是伊朗这一次给我们示范一次什么叫做导弹作战，我称之为也是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它虽然说它没有很强的空中武力水面的舰艇或者是地面的作战武力，可是它有很强大的一个导弹。那你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就是不对称的作战，它一样可以对以色列这个距离1000多公里以外的国家来用导弹来实施攻击。去年6月份，它已经证明了，它确实是你的拦截力道后续去年6月份之后这个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弹道导弹的拦截，那个感觉上面它的拦截率已经降低了。那以色列自己有好几个重要的设施都被击中目标。那美国来讲的话，现在它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重要军事基地，包括卡达尔的这个乌代尔空军基地，包括在巴林的第5舰队这些都是在伊朗的导弹射击范围之内。那如果说美国自己也知道担心了，他现在开始将这些基地人员做一些撤离，可是这个你能够撤离跑得了，庙跑不了。这个和尚可以跑得了但是庙你跑不了。如果说伊朗一旦对你这个基地设施实施打击，那你一样会遭受很重的损失。尤其是这次伊朗它号称它有一款的新型的导弹，洲际导弹，射程可以到达1万公里。我们不论它是不是吹牛，但是如果说它已经讲出来的话，那确实可以对美国实施攻击。当然不至于对美国全国造成一片火海，可是他只要找到以美国这种他只要老百姓他的几个主要城市遭受到一枚的导弹攻击到，我觉得对美国全国的政局来讲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遑论这次如果说伊朗已经准备了将近3000枚的各型导弹，我觉得这个不是吹牛，可行性是很高，因为去年6月份之后。我们就听到伊朗大量的进口硝酸铵这一类的这个导弹发射的原料进口，然后中间有一次还发生过爆炸，那可见它在大量的存储以及制造这些弹药。但最后我们要知道，伊朗这个国家它最大的武力是什么？是革命卫队，它不是国防军，国防军武力不强，但是革命卫队是真的是有战力的一支部队，而且是有宗教思想的一支部队。那如果说你贸然跟伊朗开战，你第一次没有办法将它这个实施斩首定点清除之后，那后续来讲，那会不会他跟你来一个鱼死网破他这所有导弹一股脑的往以色列砸过去，往你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砸过去，那当然会对美国跟以色列造成很大影响。大家不要忽略了，这次以色列纳坦雅胡已经做好这种心理准备，他准备承受住700枚的导弹的攻击所以说纳坦雅胡自己也心知肚明，如果这把火打起来的话，以色列势必会遭受到将近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当纳坦雅胡是说，我就算我承受700枚的这个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可以将这个哈米内伊这个宗教政权铲除来，他觉得还是划得来。所以从他以上讲这些话，你就知道以色列如果这场仗一打起来，他一定会遭受到攻击。当然，只是说如果说你以色列承受住700枚的导弹攻击，那后续的可能就不只是军事上的问题了，而是国内的政治局势。以色列老百姓可不可以接受？还有美国，还有国际的战略观点、地缘政治上，如果说这个当这种导弹确实发挥它这个所谓不对称战争的这种效果之后，那对于全球的后续以后的战略想法会不会改变？对于整个地缘战略会不会有重大的改变？这才是觉得更加以深思的。但是我讲一个结论，我认为美国不敢贸然的动手。还是不太贸然动手，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对伊朗打下去了，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以色列呢，可能就要先挨打。不过，总理纳坦雅胡也已经做好壮士断腕的决定了，说我愿意承受700枚这个飞弹的攻势，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个哈米尼的政权铲除掉，他认为是值得的。可见中东局势现在已经很接近一触即发的状态了。不过开战前呢，川普也再次强调，他将对跟伊朗
有往来的一些国家加征25%的关税，并且是很快就要生效了。可见啊，美军要飞弹跟这个经济武器啊一同来发难。那当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嘛。而如果美国真的等手让哈米尼政权垮台，势必会扶植一位亲美的领袖上去做这个政权的交替。那么长久以来，对中俄两国在中东的布局会有什么非常重挫的严重性吗？还有这么多年来，伊朗人民已经习惯这样政教合一、这样神权政治的哈米尼式的这样的洗礼呢？如果这个时候伊朗社会的最大群体换老板了，换了一位亲美的领袖，在这个情感上能够接受吗？杨老师，伊朗不是委内瑞拉，格陵兰、黎巴嫩，伊朗也不是伊拉克。美国要在那个时候打伊拉克战争，都是出动地面部队。那当然，现在如果要打伊朗，真的能够一下子取得全面胜利吗？占领伊朗吗？还是说只不过是重点的飞弹的打击，然后呢加速伊朗政府内部的这种混乱，以及它可能走向动荡？所以几个选项都会对美国跟对伊朗跟对整个中东都不同的影响跟冲击。那当然也会对中国跟俄罗斯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说伊朗能够抗拒了美国几次轰炸，其实有点像是延续过去几波的这种情况，那内部的这种就是说那种压力锅会更加的闷烧。那这个东西等待下一次什么时候呢？会怎么样的爆发？不知道。但如果说美国决定真的是要去政权更替，对，那就必须要除了飞弹之外，甚至可能有一些地面部队，或者是说呢进一步进去渗透，然后支持反对的力量。对。可是反对的力量现在看不到有武装的力量，武装主要还是在革命卫队跟他的民兵组织。那有没有可能他们转变？这是我觉得美国在这几十年来大概都思考过，但没有成效。也不要忘记，伊朗还是有很庞大的神权支持者，毕竟这个什叶派的支持者还是很强劲的。是的，所以就算是我们做美国最理想的打算，他在短期之间可以去更替政权不一定他自己美军进去更替，而是里面的内部的政府动乱而出现新的这个政权，他会不会出现一个亲美的政府呢？我个人觉得，愿意跟美国交往、愿意跟美国和解的这个政府，其实这个声音一直都存在。现在的伊朗的总统，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比较温和派，但是他没有实权，对，因为最高领袖掌控一切。所以如果说这个现在不要讲变动太大的话，现在的伊朗总统如果真的掌实权，他可能愿意和解，但他不一定会亲美，因为他也知道整个伊朗人民的组成，以及伊朗在这里的地缘利益，还有呢过去和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都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他完全的亲美，你事实上可能造成地缘政治很大的变动。那当然跟过去俄罗斯的战略跟军事关系，跟中国大陆的能源、军事还有外交关系，可能都会随之改变。所以这种变动可能大概不一定是一个新的伊朗政府出现。那我觉得愿意和解、愿意交往，也是美国愿意的。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和解交往的伊朗的新政府对以色列也是相对安全的。但前提是如何能够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政府，这是现在美国在思考的。好，这个谢谢杨老师的分析哦。这个是不是要借助扶植另外的力量来推翻，让现在伊朗内部的压力锅整个爆开来？这个要时间来观察。那待会我们会跟3位专家继续来探讨更多的国际军事、地缘政治，还有专业分析的产经话题。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更多地缘政治的热门话题哦。我们来看美国跟加拿大美加共和体，过去说他们两个是这个被认为最铁杆的兄弟之邦哦，但是呢，自从川普总统第2任期开始以来哦，就开始关系恶化了。
因为呢，这个川普不断对他们的北方邻居啊是冷嘲热讽、羞辱至极。那加拿大也可以说是不冷喽，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动作，100年来首次兵推的假想敌，竟然是美国他们来模拟美军如果一旦入侵加拿大该怎么办？要知道这个美国跟加拿大的距离啊，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双方的这个边界啊，是世界上最长的不驻防的边界，高达了8900公里啊，可以说是一个无从防守的状态。所以一旦美军往北大举压境的话呢，加拿大人自己也知道，他们可能一些重要的据点在2到7天之内就会全面沦陷了。那这个加拿大军队怎么打呢？他们可能就要参考过去啊这些中东对抗美军的方式啊，打一些游击战啦，打一些无人机战啦，做一些这种不对称的消耗，让美军的据点呢付出比较高额的代价去做。好，这一次模拟美军这个入侵的剧本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加拿大此时端出这样的兵推，就很明显啊，就是要反击川普最爱讲的"你是我们的第51州"这样的一个战略示威嘛。那张教授怎么分析加拿大此刻端出这个假想敌兵推的一个说法？因为这是第一次，因为加拿大一向是没有天敌，它跟这个唯一的邻国就是美国，它跟俄罗斯在中间还隔了一个美国的阿拉斯加，那跟其他西方国家还隔了一个格陵兰呢，那就是一个南边的美国，那边界又那么长。人口又那么多，4100万人口，算蛮多的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是世界上第2大的土地面积大概980万到990万，998万平方公里，世界第2嘛，就仅次于俄罗斯，那么大，结果美国要吃它，因为美国讲那个川普有说要让我这个加拿大被美国第51州啊，我认为要参考的指标是格陵兰。格陵兰，我认为会有先后次第。格陵兰比较好拿，因为格陵兰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是1平方公里那么大，不到1个人，大概就是1平方公里只有0.3个人，太冷了啦，太冷，地广人稀嘛，那比较好解决，先解决容易的，再解决困难的。加拿大4100多万怎么弄？而且加拿大的面积，土地面积比美国还大，美国980万，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是不是这么大？所以我认为有3大困难。第一个大困难就是法律问题，因为如果美国要对加拿大动手，违反联合国公约，是不能以武力作为扩张领土的凭借，这个讲得很清楚。第二，国际法，不可以这个会拿武力呢。所以加拿大现在第一次把美国列为假想敌，从来没有，因为加拿大没有天敌，第一次。那接下来要克敌，就克美国，因为美国要把它并成第51州。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是法律的问题，国际法跟联合国公约。第二个，我认为它是大英国协，大英国协总共56个国家成员体，这个加拿大也是其中之一。那其他的55个国家会不会声援加拿大？当然声援加拿大。英国也是大英国协的这个大老板，对，宗主国嘛。澳大利亚也是啊，都是大国家。印度也是大英国协，国家大不大？体量大不大？大。那这个他们会不会出来声援？当然成员啊，因为大英国协不声援大英国协，谁是声援大英国协啊？所以我认为大英国协的力量会出来，这个力量大。这56个国家跟经济体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人口非常多，我认为会给美国形成压力，一个制约，叫你不要叫美国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让它达成美国第51州。我认为第三个时间的先后，的话是，如果格陵兰对川普来看容易到手，对，加拿大就要危险。我都那么容易。那个格陵兰216万平方公里，当然人很少，就57000人，我觉得都那么容易到手了。它也是大家都说违反联合国公约跟这个我们所讲的国际法，我一样到手啊。那加拿大想的，那又比照办理了，是有讲先后次第存亡此函，这种逻辑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如果很难拿下格陵兰，加拿大相对的比较安全。你看，你那个人口那么少，你都还搞不定。是，我人口4100万，你还搞得定吗？就会这样的。加拿大最重要，它因为没有天敌，你要知道4100万人口，加拿大的军队总共也只有陆海空军67000人，那非常少嘛。你看看，它就几乎不设防嘛。没错。对，它同样的也是跟美国一样，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唯2。不在欧洲的，对，一个是美国，一个加拿大，就没想到两个打起来，真的，这个很难思考的，没错。所以他认为格陵兰的并吞的时间的先后跟容易的程度，我认为是要去，就是做一个指标，也做一个我们讲的停损点的一个参考物。
好，刚才张教授跟我们分析哦，过往可以说是没有天敌的加拿大，现在最大的天敌一定就是川普了。没有想到川普第2任期上任以来，让加拿大人产生了这么大的，我们不要说亡国感啊，但是危机意识是更胜以往的。好，那我们脑洞大开一下，这次的这个美加兵推图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末日剧本，竟然是加拿大官方自己提出的，这个发展情节堪比小说啊！它最精彩的就是莫过于刚刚有提到的英国，还有它的这些大英国协的国家，包含了法国这2个老牌的强权呢，会对加拿大来伸出援手。那英国我们都知道它是加拿大的宗主国嘛，现在加币上面都还有印有这个英女王的肖像，这就不用多说了。但法国也曾经殖民过加拿大，我们看到在东边，像魁北克、渥太华都是讲法语的法语区，所以现在英法的这个武力介入的剧本还不够狂，它设定了一个北约内斗的一个设定哦，甚至双方会打到后面，可能动用核武来互相威胁。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离谱，有点像是好莱坞剧本的这个剧情了。但是从地缘政治上，一旦美国你不再担任这个北美洲的保护者，加拿大过去很多是你军事军在保护，你现在反倒成为了一个侵略者的话，那么欧洲、北约还有加拿大的安全保障该怎么来做？李将军。我们如果从地缘战略来讲的话，全世界这个就地缘来看，最安全的国家是美国哈，它可以说没有敌人，它除了自己历史上面它自己的南北战争之外，它几乎没有被别的国家发动过战争，第1次、第2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打到美国去哈，那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它也没跟别的国家发生这个没有被别的国家入侵到美国，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这边是大西洋，这边是太平洋，上面是一个国家叫加拿大，是跟它盟邦，而且是一个弱国。南边是这个墨西哥，也是一个弱小国家，所以它在中间它是最安全。也因为它2次世界大战它都没有被打到，所以它可以利用2次世界大战积极发展它的军工产业。所以在2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扮演一个角色叫做世界警察，然后维护全球的一个这种和平跟安全，主持公道。但是你很难想象到，说是他本来扮演叫世界警察，结果这个警察居然转身变成强盗哈，然后到全世界各地去掠夺，而且是掠夺他自己所保护的这些盟国国家。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格陵兰嘛，最近这个川普来讲扬言甚至于不惜要用武力夺取格陵兰。然后第2个来讲，他将羞辱加拿大，将加拿大列为第51州哈。南边来讲，对于他自己的南边这个国家，委内瑞拉也动用庞大的军力去夺取。他不但动用军力，而且他用政治经济上的力量，也对于这些国家实施掠夺。我们看到他所谓的关税政策哈，你们只要不听话，他的关税大棒就挥出来。甚至于在前2天，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这法国马克宏只是讲了一句反对他的话哈，这不愿意参加他的所谓和平的协议的国家，他马上说你不参加我就磕你香槟酒，我就磕你200%的关税。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你认为会保护你的这种国家，现在反身过来变成侵略你、霸占你的国家，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加拿大现在这种处境。当然，加拿大这次觉醒，我觉得也是很清楚。当然，你就必须这个虽然说这种情景发生可能性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几乎是不太可能。可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排除。你说在这个拜登时期，拜登之前，我们也很难想象说是这个会出一个川普这种总统硬要抢夺格陵兰然后你也很难想象说北约总共8个国家派了军队虽然说只有34个人，也要去保护格陵兰。然后面对的假想敌居然是美国所以这个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但现在确实都发生了。那你说加拿大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国无这个强国外患者恒亡"，那加拿大有这种国家安全的警觉是对的，法国跟这个英国这些国家有这种警觉是对的，你很难保证说哪一天美国真的就侵略了他们。当然，我们以前都认为加拿大这个不只是这个美国的盟友，甚至于他在北边来讲，他帮美国当盾牌嘛。我们讲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就是防止这个苏联的导弹从俄罗斯那边飞过北极打到美国，所以他必须要用加拿大来当他的人肉盾牌。那现在如果说川普自己将自己的这种盟友推到战争边缘，甚至于加拿大不惜用兵推来这个把美国当作一个假想敌。我觉得以美国本来有很好的地缘战略的位置，那纯粹就是
川普基于个人一己之私了哈，他想要当世界的皇帝哈，他然后忽略了除了军事之外，你应该跟友邦这些国家在外交上面，在这个政治上面取得一个和谐合作，这样才可以确保你自己国家的安全嘛，而不是你要用武力去侵略他国，用经济的力量去掠夺人家的国家。然后造成这些本来是你的盟邦国家，现在对你反感，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举动哈，这个加拿大这次的兵推，很明显的，川普将自己哈这个树立了原来是盟国的，变成树立了敌人。是，好，相比于刚才这个至暗时刻最坏打算的末日兵推的剧本呢，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四方制衡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务实、现实的路线呢？那就是加国总理卡尼哦，他说了，当规则不再保护你的时候，你必须保护自己。他也呼吁，像是英国、法国、德国、澳洲、印度、墨西哥等等这一些这个 middle power 中等强国呢，大家应该一起来跟加拿大结盟，团结起来哦，拒绝在现在世界有点三分天下，有美国、中国、俄罗斯三个超级强权主宰的一个情况下呢，选择站队哦，他们要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第四股的全球势力来抗拒这个拉痕，那避免呢成为这个美中俄三强的这个刀俎下哦，这些小国都只能沦为被人家任人宰割的鱼肉。好，这个话说得很丰满，但是现实还是蛮骨感，尤其是从你加拿大说出来，因为加拿大有非常大的经济都是依赖美国，国防的装备、卫星的情资，乃至你的文化、娱乐等等。都跟你这个南方邻居方方面面是高度这个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你说要摆脱超级大国的保护伞，说得很好听，但实务上是有可能做到的吗？杨老师，当美国不再保护你的时候，你就要靠你的实力来保护你自己了。其实卡尼讲的意思就是如此。是，那加拿大是它的贸易出口70%是前往美国，对，那前往中国是第2位。但只有个位数，大概7%左右，所以他这次到中国大陆去，等于是开创了一个8年以来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大陆，也开放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进口，那被卢特尼克骂愚蠢，那事实上，卢特尼克代表的美国的企业才紧张了，因为美加之间的这个边境我穿越过，那基本上就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障碍，它还是有一个关卡。对，对美国人而言，根本就好像只是走过一个门。对有美国签证的而言，也只不过是多看一眼。是所以实际上双方虽然加拿大的出口70%到美国，换言之，美国依赖加拿大来的一些东西，你看一些项目，那个依赖度很高，那不完全都是一些就是劳力密集的产品。那加拿大对美国的投资也是外来投资的 No.1， 所以实际上这个川普并不是那么容易做一刀两断的切割，而美国的民众企业事实上也会做怎么样的调整。我觉得那个冲击不会这么大，至少在经济的层面。那至于呢，在安全的层面，我也不认为美国会去打加拿大，美国现在都不敢打格陵兰了，怎么会去对加拿大动武呢？那更不要说核武的威胁对加拿大，其实一直在冷战的时候很紧张，因为它等于算是美国的一个连结。对。但是现在呢，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那么担心。当然，并不担心，并不代表没有危险，也并不代表不要准备。所以他就在希望说，在欧洲国家我们要组成一起，能够组成一起吗？连欧盟都不是一个国家了，你加拿大也不是欧盟，英国都退出欧盟了。不过在这一次格陵兰的这个问题上，英国这几个主要的国家，欧洲这几个主要国家是表现了一致的行动，比如说一致抗拒川普，一致没有参与到这个加沙的和平委员会。那可是呢，这也只不过是在外交上，你真的要比实力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跟一个单一国家，像是中美俄，那还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这些国家呢，它是可以在外交上做联盟，经济上做更进一步的结合跟开放。但是要进入到军事层面呢，要考虑到他们的地缘政治跟他们的智慧，以及大国对他们的态度，所以最好这方面要谨慎。可是呢，在经济跟外交上，我觉得他们抗拒大国之间的联盟，就像卡尼所说的，他说要以价值观为本的现实主义，那这个就很清楚了。也就是说，在中美之间要懂得平衡了。是，所以卡尼也是一个聪明人啦，懂得在被美国压迫的时候呢，
要找寻第二个这个保险措施来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好，下段节目呢，我们还要探讨川普他对格陵兰打的如意算盘。刚才讲了很多，可能可以作为加拿大的前车之鉴吗？以及中国大陆现在最新的晶片话题，我们待会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回到环球大战线节目现场，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川普总统染指格陵兰的野望哦。川普总统呢日前接受了 CNBC 的专访，他说明呢格陵兰协议的内容，表示这项协议呢将赋予美国一切想要的军事进入权，允许美国呢在岛上部署精穹的飞弹防御系统。而根据这个精穹计划的负责人呢，他叫做麦克盖特莱恩的说法，他说呢，精穹系统就是在现有的主要针对洲际导弹的基础上呢，再扩展，新增一个多层次的防御啊，就是利用这个数千颗的卫星来追踪导弹，然后呢，直接在这个低轨卫星上面呢，轨道上发出拦截器哦，在你这个飞弹起飞之前呢，就将其摧毁。换言之呢，这个飞弹还有在高空中的这个拦截呢，就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低轨卫星扮演的角色很重要。那么格陵兰的地理位置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区域，非常靠近北极的这个地方。那它在这个位置里面可以扮演有何重要性？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拿到这个地方不可呢？教授？美国应该来这样来看，它现在的精穹系统啊，就是星战计划的第二代。因为星战机的这个计划就是拦截洲际弹道飞弹。那现在他要拿到这个格陵兰，我认为它可以从2方面来做它的用途。我们首先看这个精穹系统啊，我们弹道飞弹呢，地窖式的这个潜舰所发射的弹道飞弹，然后那潜舰它在任何地方它可以出没，你是没办法标定的，它可以潜到你的这个国家附近的海洋发射。那个战略轰炸机它是跑的，对，那就是我们讲的地窖式的怎么样去对？像美国有义勇兵3号，中共有这个东风31、东风4，还有东风5、东风6，这都是我们讲的洲际弹道飞弹。然后这要怎么去拦截呢？第一个，在发射阶段的时候推升的阶段，这个时间非常短暂，只能发掘，没办法摧毁，要不然你就源头摧毁就好了。你干嘛等它发射再摧？这个正在加速阶段，而且很快就进入地球轨道，所以这是在我们叫轨道拦截，在地球轨道这个叫太空。进入卡门线之后就是进入太空了，在我们叫做轨道拦截。最后一个末端拦截，因为它离开轨道进入大气层，对这个城市重要的军事实施核武攻击的，这是最后。所以我们讲了，这讲了精穹系统最重要是这个轨道拦截。那所以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是在太空部署武器也这个人造卫星也会被摧毁啊。现在有杀手卫星啊，也一样可以摧毁。但是那就是变成在地面上来做搭配。地面上现在美国就是标准3型跟标准6型的反弹飞弹就是这样。那现在那个美国是不是在格陵兰上面呢？可以有2种用途。第一个是不是部署萨德系统？还有一个长程雷达，来发现来自于俄罗斯或中国大陆通过北极圈向美国发射的，是这种格陵兰就可以，因为格陵兰大部分都在北极圈之内，所以可以善用这一方面。那标3跟标6是打近地轨道的，我们讲的这个弹道飞弹。那末端拦截再造个下个的萨德系统，那萨德系统会不会部署到格陵兰呢？我认为是不会，因为可能不如格陵兰部署到美国本土，那造末端拦截就可以了。那格陵兰做什么呢？除了部署这一个我们讲的长程雷达之外，我认为它最重要的是要部署地窖式的洲际弹道飞弹。就像俄罗斯有一个飞地，就是在以前的东普鲁士，在波兰的北边，因为2次大战俄罗斯赢了，就把东普鲁士占到了一大部分2.1万平方公里的，叫做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现在有最少40个地窖式的洲际弹道飞弹，要不要去攻击？应该很安全。为什么你安全？你攻击旁边就是波兰啊，你这个核辐射一外泄就不得了啊。你传统轰炸它地窖式那个做得非常深，你炸了只炸表面而已。所以那个美国可不可以在格陵兰部署地窖式的？你要去打他们，那都是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一块冰。川普所讲就是一块冰嘛，对，格陵兰80%全被冰层覆盖。你去打那个地窖式吧，那对美国来讲皮毛不伤。
那他如果把义勇兵3号放个100颗在那边呢？你要不去打？你就不要去攻击美国本土了。我不在那个新墨西哥州，没有，我就放在格陵兰。你要不要去攻击？你攻击那个是完全没有人受伤，而且格陵兰那么大，216万平方公里，你怎么样去炸它？你拿什么核武器炸它？它变成核报复能力更具备了。它比格陵兰是加里宁格勒的100个，加里宁格勒才21600平方公里。格陵兰216万6千平方公里，刚好100个。你看看它这个部署下来，哇，这变成核武强国啊！你要使用核摧毁，打它的源头打击、源头摧毁，非常困难了。所以就变成这个川普眼中金琼计划在部署核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了。他把整个的对美国的这核武威胁移到格陵兰去了，由格陵兰做牺牲品，但是却保护了美国。所以它金琼就有2个，第一个是拦截系统，第二个是这个核报复的地窖式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的系统，可以放在格陵兰。好，那这个美媒的 CNN 也报道指出，为什么川普在他的第2任期这么积极的想要拿下格陵兰呢？就是因为呢，在对于北极圈的军事开发，其实美国的进度是要落后俄罗斯很多的，俄罗斯很早就开始了。我们看这张图，北极圈66个基地呢，有将近一半30个呢，超过一半是位于这个俄罗斯的。那15个位于挪威，8个美国，8个加拿大，格陵兰是有3个的，那冰岛1个。那虽然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基地的数量不等于它的质量，但是你看格陵兰3个，再加上美国8个，加起来就11个嘛，跟这个俄罗斯30个比起来，你只有人家的1/3而已哦。所以格陵兰这个基地肯定是它的值是大于量的。那刚才教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战略价值。那将军，你觉得如果从军事基地的这个部署来看，格陵兰重要的门道是什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从这个地图很明显看出来，假如说以北极为中心来讲的话，它的右边那个国家哈就是俄罗斯，那俄罗斯的下边才是这个中国大陆。那相对的，在它的西边哈是加拿大，加拿大的在西边哈在下面才是美国这个国土哈，所以美国自己本身哈它的这种国土领土就不在北极圈的范围之内，所以也因此，如果它跟这个俄罗斯要在北极圈要争夺它的地缘的来讲的话哈，它当然是弱于俄罗斯的，因为俄罗斯本来就是生活在北极圈里面。其实我们这个除了北极圈里面这66个军事基地，俄罗斯占了30个之外，美国只有8个，美国8个已经算不错了啦。这个它根本就不在北极圈之内，它可以借着它跟加拿大这个北约盟邦的要求哈，在这边设立了8个基地，加起来已经算不错。其实除了说是基地的数量，我觉得俄罗斯还有几个方面是领先美国的。第一个就是破冰船嘛哈，这个破冰船你在北极圈，不管是你航运干什么，主要就是要靠破冰船。那俄罗斯的破冰船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加拿大跟美国的合起来的数量。这个俄罗斯目前据我了解有40几艘的破冰船，其中还有几艘是核子动力的破冰船。那美国跟加拿大现在是没有核动力的破冰船，数量也远远不及于俄罗斯。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跟俄罗斯争霸还略输一筹的，就是这个俄罗斯很习惯在这个地方北极圈里面的生活。我们看到前2天，你看到普京哈，以他这种年纪70几岁，他居然还去泡冰水冰窖，他们的这种宗教的仪式里面要全身这个穿一条内裤去泡到冰水里面啊。那出生的时候，你看俄罗斯人家讲他北极熊战斗民族，那小孩一出生下就丢到冰水里面，所以他们习惯于北极这种生活方式，还有他破冰船什么，他运输方式他都很习惯。所以，假设你美国想要在这个地方跟俄罗斯一较长短来讲，我觉得还是略输一筹了。那格陵兰当然重要，格陵兰重要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那时候就是要买下格陵兰了。他已经预判到，如果说未来如果说是冷战时期美苏要这个互相这个冷战对抗来讲的话，北极势必是互相导弹射程的一个重要非经的一块地区哈。所以那时候这个杜鲁门就想要买下格陵兰，但是那时候他出的价钱是1亿，可是那时候这个丹麦就不卖了，那个时候就不卖。然后当然以那时候1亿，现在换算成大概美金大概是15亿美金左右。所以现在如果说是格陵兰美国拿不到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地理上面当然所有的导弹哈现在可以说都是经过北极
航线的上空。那另外来讲，由于北极的暖化哈，这个水面上的航运也势必会经过北极海。第三个是潜舰作战，因为北极我们知道是一块的海洋嘛哈，如果这个上面只是一层浮冰在上面，那如果以现在潜舰，它如果找到冰层比较薄弱的地方，它也一样可以穿透这个地方浮出来。电影上面情节我们都看过，好几部电影有演过这种情节。那当然可以在北极上面冒出来，那当然就可以对你这个敌国来实施这个核子战略的导弹的射击哈。所以北极来讲，确实就地缘战略来讲，对美俄双方来讲，未来不管是在经济航运上面或军事上面都有它极大的价值。那当然，北极上面能够有陆地的，就格陵兰这块陆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急于很焦虑的想要格陵兰的原因。是。好，川普总统急于想要拿下格陵兰，除了军事的用途之外，难道就没有一点私心吗？英国的《卫报》就爆料了，他说呢，根据川普第一任期时候担任他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博尔顿他的说法呢，他说川普拿下格陵兰的念头啊，其实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就萌生了，因为当时有一位美国化妆品的巨头雅诗兰黛集团的高层就建议川普说，如果一旦美国拿下格陵兰之后呢，我们雅诗兰黛会砸下重金啊，到当地去投资这个矿泉水的产业哦，还要入股水力发电布局等等，讲得很美好。所以无论是这个岛上的矿物开采的潜力啦，还是川普这些商界朋友大家一起画大饼要瓜分利益的这个资本派对，好像这些诱因呢放在川普这个商人出身的背景上，好像是成立的耶。那杨老师，你对于这样的说法的看法？我觉得他们在画大饼，而且他们知道这上面根本不可能做那样子的布局跟这个投资，这投资一定是绝对难以回收的。格陵兰虽然是台湾的20倍这么大，全世界最大的岛，但是它有80%的面积是全年都是在冰块的这个笼罩之下。因此你要在上面做任何的探勘开挖，那个成本是非常的高的那不是把一个冰块这样移开啊，因为它是整体在那边的。那格陵兰上面几个都市也没有什么环岛公路啊。你还可以上面骑自行车，哪有这回事？城市跟城市之间的运输都是靠空运或者是海运的，因此它过去其实是有18座矿山，整个过去这个20-30年，到现在只剩2座，而这2座也有一座是2007年开始的，到现在呢其实收益有限，而2019年开始的到现在呢根本停下来，因为旁边就会有人住，因为它其实能够开扩的地方并不多。那如果你要做稀土，这2个刚好就是稀土的矿，那格陵兰政府严格的限制，因为会污染，所以这些问题呢，你要做矿的开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曾经很多国家来试过，对，18座，现在只剩2座。再讲格陵兰，它现在人口5.7万里面，大概有2.9万是工作人口。而工作人口里面有1.25万其实是替政府工作，也就替丹麦政府跟格陵兰政府工作的。那如果再加上失业补救金的这些发放的话，其实这个岛屿上的5.7万人，有3/4是靠的政府，他们每年拿到丹麦政府给的补贴，大概就是1年1万美元。所以这个时候，川普如果说只给个10万美元，那他们就觉得我拿10万之后就没了。那丹麦是一直不断的给，对，美国会不断的给吗？你想想看，美国对原住民，美国自己本身的原住民，他的对待是如何？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说，我一旦同意当了你美国的领土之后，我钱能够拿得永久吗？像跟过去丹麦一样，还是说你会来开矿，那造成我们环境的污染？结果呢，开矿也不理想，因为成本效益，所以后来留下一个烂摊子。所以这也就是现在川普理解，他的朋友们也理解。画的大饼只是要帮川普拿下这个格陵兰，帮他达成这个历史定位。美国历史上买下格陵兰的总统就是第47任的美国川普总统。其实讲到经济的资源，我觉得都是画大饼，都是画大饼哈。OK， 好，那我们待会的最后一段讨论呢，还有这个辉达的掌舵人黄仁勋，他3顾茅庐要求北京赶快放行采购 H200晶片了吗？还有现在在记忆体这个大行情之下呢，中国的企业有何动作？待会回来告诉你。地缘政治，美中之争，
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节目的最后一段，我们来谈一点科技的话题。来看到这位大家都很喜欢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说呢，彭博报道他这个1月下旬可能要访问北京一趟，因为很接近农历春节的时刻了。除了去跟这个中国在地的辉达员工来吃饭、吃尾牙、拜个早年之外呢，黄仁勋有没有机会可能跟中国的高阶官员再次会面呢？因为媒体分析现在辉达正值一个关键的时刻。虽然呢，美方现在已经是放宽了，说你的 H200晶片可以卖到这个中国去允许它来销售，但是现在反而是中国方面呢，慢慢在跟你评估说，他们愿意放行多少的企业，采购多少。动作非常之缓慢，这可把黄仁勋给这个急坏了。那如果比较他去年7月那一次访中行，他相继会面了许多的大人物，包括了这个国务院的总理何立峰，还有商务部长王文涛等人。那么在过年之前，他再次见到一些中共高层的几率有多高呢？这也是大家现在市场上关注的话题。还有北京如果在农历年前或是年后呢？好，终于让你好，我们来采购 H200晶片了，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可以给辉达一个大红包吗？我们先问一下杨老师。我觉得不容易，不容易，因为北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其实原则上是不希望中方的企业去购买 H200，一方面是他担心这个是有后门，因为过去对于之前的 H20就有这样子的研究，是。虽然没有明确的指控但是有这样子的风声传出来。那第二个呢，其实是认为川普其实在这个芯片上面也扣税啊，也赚一笔啊。当然，最重要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实他还是希望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芯片产业能够加快脚步，做出至少在相关的效能上能够接近的。因此，华为啊这些制造商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加速。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开放，那不是等于是对原来的期待有所打压影响吗？不过呢，它当然原则上的后面有一个就是尾巴他说如非确有必要，就是这个确有必要就变成这个很有趣味了。那因此可能要用个别的申请的方式。那如果这一次黄仁勋去见到的何立峰等相关的这个官员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也不会说在这个问题上刻意去跟辉达或跟黄仁勋去这个就是刁难他，而是在中美竞争以及希望扶植中国大陆技术自立自主的这个原则上。所以这个原则如果能够达成的话，也许黄仁勋的访问，或许在这个确有必要的这个空间就可以再放宽一些。是，好，而科技圈最近的热门追捧标的我们已经看到从 GPU、CPU 现在轮动到谁了？轮动到记忆体了，也就是大家说的内存代表性的有谁呢？美股的这个美光科技他们就说，在过去一季真的是短缺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一波供应吃紧呢，会一路延长到这个今年甚至是明年。公司高层说，这股短缺的程度是前所未见的。相信有在这个组装 PC 电脑的玩家都已经感受到了这几年各项零件涨价的威力。那么中国的内存大厂长鑫存储呢，它则是向上海的科创板已经递交上市的计划了。他们目标要募资到295亿人民币，用于扩产、制程的升级跟研发，要全力追赶像是美光啦、三星啦、SK 海力士啦等这个美韩企业第一梯队的步伐。好，这个玩意儿呢，跟台积电的2奈米有一些不一样，它当然是有技术门槛的，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成熟制程的部分，它的工艺是有高有低的。那么当现在这一些大厂都把他们最尖端的这个产线拿去做 HBD， 拿去做这些高阶给 AI 这些使用的记忆体之后，留下的成熟制程，留下的这些成熟占比，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窗期。那么这个像是长鑫存储啦，还有更多的中国厂商，这个成熟制程，他们可是他们的王道现在发挥作用的大展身手的黄金时刻有没有到来的机会？李将军，当然今年来讲很特殊，今年一开局就是 AI 的时局AI 各项的产业可以说像井喷式一样的发展出来那我们看中国大陆有几家他们自己国产的 AI 的公司包括到这个摩尔线程或者是木犀它股价
都飙涨到一上市就飙涨到500%，甚至600%啊，这种可以说是井喷。当然，这种 AI 算力来讲，有几样需要的，比如说是我们讲的GPU 这一类的晶片。对。但是现在来讲，它的存储，也就是高带宽内存的这种记忆体晶片也是非常重要。是。那现在已经很明显已经供不应求了。那制造这种高带宽内存的有3家，全世界有3大巨头，一个就是美光嘛哈，另外一个就是 SK 海力士啊，还有一个三星电子，这3家主要在做这个。那长江存储也有在做了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来讲缺到什么程度？你从美光它营运执行长他就讲了，他说现在哈这个短缺的程度前所未见，那更不要讲说是三星、海力士，这2家公司也都是一样。那现在缺到什么样程度呢？不管是高端算力或者是中低端算力哈，都非常缺。高端算力哈，它抢货抢到什么时候？这个英业达 B200哈，是连租你都租不到了。现在就是有一些是租赁业者，他都已经租不到了。那中低端的也很抢，中低端的 GPU 是什么呢？比如说是5090、4090哈，这些中低端的 GPU 目前来讲价格也上涨，涨到多少？涨到将近300%这么高的一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有关于这个存储记忆体，由于 AI 算力的需求大量的增加哈，所以在这种存储的记忆体也大量的需求也明显的不足，因此我觉得长江存储来讲，如果说利用这一波的需要，它大大的扩产哈，增加它的产能。那第一个当然可以满足中国自己国内的需求，大家不要忘了，中国是全世界半导体需求最强的一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市场哈，所以它自己国内的市场它就足够供应。那当然借着这一波长江存储，它这个不管是这个募资来提升它的扩产，增加它的产能，那对于全世界的 AI 确实是可以抢在这一波，能够这个能够赚到它所需要的这种经费。赚到经费之后，当然有助于它以后的研发更上一层楼，那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是，好，除了这个内存界有长江存储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公司都有机会哦。现在因为这个市场的研调机构集邦咨询，他们有一个最新的报告就指出呢，受到台积电还有三星电子他们策略性削减产能的影响呢，2026年全球8寸的晶圆代工厂的总产能将会枯萎2.4%。那同时 AI 还会带动更多的需求强劲，那这枯萎的量由谁来填补呢？中国的晶圆代工厂就有机会了。我们特别要讲到的是中芯国际，那它目前在上海、北京、天津跟深圳呢4地共设有3座8寸的晶圆厂跟4座12寸的晶圆厂。那一旦8寸跟12寸这样成熟制程被中国大陆掌控了更多的产能主力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3部曲嘛，先是内卷，2是达到白菜价，然后最后是接管市场的主动权。这样的老套路，我们有没有办法在8寸跟12寸的晶圆厂未来马上看到？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它第一个它的晶片需求最大。我们看8寸一般来讲是车用晶片，还有家电的晶片，另外一个就是工具机的晶片，就用这个就行了。8寸的它这个做这些算是成熟制程的，是成熟制程就90奈米到28奈米啊，就是成熟制程啊，因为它不需要那么好的晶片嘛。是，但是其他的你相关的我们讲的12寸的晶圆的，那大概就是我们所讲的16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这个了。那它现在把这个售价调高哈，我想说是为什么售价调高？因为有价差，有供需嘛。我们知道按照市场供需决定价格啊。你现在是供不应求，既然我供不应求，换叫做市场需求旺盛哦，那我调高价格，对不对？大家来造成这个供需平衡，那我调高价格，我多赚一点啊。这本来就是因为市场需求量还是大。我们看到黄仁勋他之所以急着要到大陆上去卖晶片了，对，那我想是因为这个市场赶快钱能赚就赚，你过了这一店没有下一村，假如说赚钱，对不起没了，我们市场已经饱和了，我们会做了，你不需要你的了。所以黄仁勋一直是很急。就是想要卖到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他在这方面也是变成他的一个政策，他这个集中来让不管是8寸晶圆也好，12寸晶圆也好，他集中来做。我认为重要另外一个在什么地方？在良率，可不可以克服良率？如果没有克服良率，结果你这个良率只有到了40%，那你这样换句话说，你赚的并不多，因为你很多的是不良产品啊。
那良率我认为它良率慢慢提高了，良率提高了，我对外的需求也不用了。为什么？我良率够了，良率够，我出来的这些相关的成品数量就足了，那就代表良率提升了。良率提升了，利润也增加了。为什么？我们讲了调高价格，表示说供不应求。换句话整个来看的话，良率提升又要达到供不应求，那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是不是它的